黎巴嫩位于亚洲西南部地中海东岸，东北部与叙利亚接壤，南部与以色列为邻。早在公元前2000多年前，腓尼基人就已经生活在这片土地上。黎巴嫩历史上与基督教关系密切，是中东地区最早西化的国家之一。境内有人类最早一批城市与世界遗产，吸引了无数冒险者，是东西方融合之地。这一集，雷探长将深入探访黎巴嫩，去探寻地中海东岸的沧海遗珠。1975年，黎巴嫩开始了长达17年的内战。现在战争虽然结束，但暴乱、纷争、抗议依然从未停息，给号称中东小巴黎的贝鲁特留下无数伤痛。时至今日，城市内不少建筑还留有许多当时战争留下的弹孔，令人触目惊心。现在市内繁华地段和主要路口还有许多荷枪实弹的军人在守卫，铁丝网旁边还有装甲车压阵，仿佛随时准备开战。大家看这个，我手能够到这个弹孔，就黎巴嫩内战的时候留下来的完全是可以摸得到的而且呢，还有很多人会爬到这个雕像上给他们献花。献到哪里呢？大家看那个雕像的胸口就插了很多这个花一些想给他们献花的人吧，就夜里面就爬了上去，然后就把花插在他们胸口，而且插在胸口的那个位置刚好又是那个弹孔的位置。我相信这尊雕像呢，一直在警示着人们战争的残酷性，还有我们对和平的珍惜。贝鲁特市中心的革命广场在19世纪被叫做大炮广场。后来由于1916年有许多进步青年为了反抗奥斯曼帝国的统治，来到这个广场游行示威，结果被处以绞刑。所以黎巴嫩人民为了纪念反抗奥斯曼帝国统治的青年们，而为他们修建了革命雕像。但是黎巴嫩内战期间，这个广场遭到严重破坏，而战争残留下的弹孔同时也赋予了这尊雕像新的含义。今天我在中阿文化大使赵姐的陪同下，将探访巴勒斯坦难民营。给这个难民营做的一个健康中心。就是联合国难民署。对而且还有个枪的标志，就是说不允许在里面有使用枪支。走的更越来越窄了。越来越窄这是巴勒斯坦的你看他们国旗。你几岁了呀 ？How old are you？ Damlo。Alba。Nash。对。我问他，我说你家里面有爸爸妈妈？哥哥姐姐兄弟姐妹？我说你们家几个孩子？哇塞，想一想。都没有。脑洞，12个孩子Yeah，他让你问你要不要去家里？去他家走，赶紧。哇，我觉得好冒险你说这个巴勒斯坦难民营本来呢，拍摄也比较麻烦，居然我还上来了。雷先生也是带大家开眼界Bonjour。哎呀，那我把鞋脱了。哎呀。No problem。他不让我脱了，那就进来吧。这边有一个坐月子的一个女孩，然后还有她相似女儿。这是他的女儿。他女儿但是要知道，他家一屋子孩子全是孩子，各种孩子。可能把家里面唯一的几个椅子搬到我这来给我坐。对，很有可能。所有的人都在地上坐着。两门。只有3天的孩子。这刚出生3天，我就被我碰到了。你家特别善良的笑脸。对，这家还比我想的干净。以前有。这是一个他的一个。这是他整个这个家族这么多人，然后全部都是联合国难民署，联合国的难民署，然后给他们做的一个登记证。一家人一家人。这边还有一个防伪 logo， 所以这个纸还挺认真的。管这么多人的吃喝。哇，大家看这家人真的是非常不容易你说他们生了有12个孩子他们居然生活在这个屋顶。要知道这个屋顶是啥概念呢？就是说这个房子呀，他们一开始先建个2层、3层，但是随着以后人搬来之后呢，他们在这个房子继续往上盖。这是这个中东国家的一些建屋子特色，我们可以在很多地方看到。那可是这个大叔就是他就有这么多的孩子，那你为什么还要再生孩子？
他们的观点就是认为孩子都是上帝的，而且呢，他们以前在叙利亚的生活还是挺好的。现在因为战争到了黎巴嫩。对，孩子大一点的孩子也都没有学上。那这个房子是属于给他们提供的是吗？这样。هم هذا بيت بس $400 هذا بالشهر 400. 天哪，每个月$400为了租这个房子，全家啊，每月$400。就这样子的一个房子。其实你们大家要注意一下这个角落， كله هذا فرش ما 这 في 个 كله 全部都是他们的睡垫儿，也就是说，整个的这个房间到了晚上的时候，就变成了所有的人就全部都睡在。他也在跟我说，你看所有的这些房顶墙皮都在掉，直接就掉到他的这个外孙女的这个眼睛啊脸上。地上的小朋友的眼睛里。3天的一个宝贝诞生在贝鲁特的巴勒斯坦难民营里面，在一个叙利亚人的难民家庭，我真的不知道这个可爱的小女孩她的未来的命运是什么。大家看我这房子后面有一个女的，她一直半遮掩着啊。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曾经已经嫁过人的一个女孩，后来呢那个男的抛弃了她，所以她在这个房子里面一个人独守空房，过上这样一个悲惨的生活。战争让多少家庭破碎，贫穷又让多少人失去幸福。看到这些失去家园的人们，也许你才能理解到什么是幸福，什么是人生。难民营的建筑都是违章建筑，电线密密麻麻地缠绕在房子的周围，他们的生存状况堪忧。时间会冲刷掉伤痛的记忆，但却抹不掉亲人离去的伤疤。眼前斑驳沧桑的墙面，就如同难民们那如哭如泣的故事。黎巴嫩曾是叙利亚的一部分，两国一衣带水。自2011年叙利亚危机爆发后，大量叙利亚难民涌入黎巴嫩，他们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还面临一系列社会问题。中国曾把上千万美元的援助物资运送到叙利亚的各个角落，但复杂的中东局势影响下，重建的步伐变得尤为缓慢。曾经赚足中国观众眼泪的影片《何以为家》中，叙利亚男孩赞恩坐上摩天轮的场景，就在贝鲁特市中心的游乐场。此时，雷店长沿着电影中留下的印象，走进这处孩子们心中的和平乐园。哇，傍晚时分，雷店长来到这个何以为家，有一场这个娱乐场这么一个拍摄地哈。嗨，哇，这个拍摄地呢，最著名就是这个摩天轮啊。当时这小朋友就坐在这个摩天轮上绕了一圈，因为是黎巴嫩电影，现在肯定是在黎巴嫩拍的。哇，我觉得这个导演很厉害啊，他是有生活的，在这个游乐场里面没事干，老流窜这些叙利亚的这种流浪儿呀或者小朋友，他们好像这么一家，所以这电影叫《何以为家》是有道理的。而且我告诉大家的秘密啊，就是电影里面这个小男孩所做的所有的游乐设施都是中国产的。嗨，你们好，你很漂亮，你知道吗？你很漂亮。You are beautiful. احنا ما نفهم احد. 他哪里人啊 Yes. لبناني. Syria. 我们在这个游乐场给这些叙利亚的小朋友们给了一些食物啊，给了一些食物。其实这个很有意义啊，因为我们来到这个游乐场，完全是因为这个电影啊，看了一个电影，我们才找到这个原来真的有这么一个游乐场，而且里面全都是叙利亚的一些流浪的人在这边成天绕来绕去的，他们没有家，好像这些游乐场反而是成为他们精神寄托，或者是至少能够打发时间，或者说是看着他呢还有一丝安全感。叙利亚现在安全吗？可以去吗هلا نيها. شو ليه هلا نيها؟ منيحة؟ نيها؟ ما في منها. ما في منها؟ ايه والله تمام. 没战争了现在。تمام تمام. 对。هذول بناتك. ولادك. 这俩人。هذول بناتي. 对，是俩。他才18岁。谁？女孩？有俩18岁，有一儿一女。你18岁的姑娘，就已经是一儿一女了。哎呀，good。是吗？那我就问他什么时候有老公，他说15岁。15岁就结婚了，有老公了。哎
有天哪！看着母女俩送别的身影，摩天轮已是灯火璀璨，而这些流浪的叙利亚人却显得格外凄凉。战争让他们流离失所，在异国他乡艰难地生存着，但他们脸上依旧保持着乐观的笑容。叙利亚人今天失去了家园，但是黎巴嫩也并不是他们真正的居所。也许这些游乐设施能够给这些流浪的孩子一个遮风避雨的家，也许只有在这片乐园里，才是他们精神上幸福的家园。此时，雷店长一路向南，去探访一处战争遗迹。沿途不断出现的神秘旗帜，似乎在预示着慢慢接近真主党的控制区域。该党成立于1985年，自1992年起，黎巴嫩真主党参加黎巴嫩议会选举，并且在本国从事慈善以及建设活动。今天，我将探寻这处神秘机构的大本营。就是当时呢，真主党呢跟这个以色列呢打仗的时候呢，留下来的这些遗物吧，战争的遗物。其实呢，现在完全把它们都艺术化了。你看，用这个混凝土嘛，人都就粘在一起。而且你看这个雕像呢，是这个大炮的这个炮筒呢伸出了这面墙，你看伸到那面，留出了半截儿。就是这个大炮呢，它要冲破一切的力量，要呼唤这种和平。是的，因为你要想比这些装备，这些装备可能都是几十年前的老装备，从技术含量上面、展示的角度都是破破旧旧的，所以呢，就是以旧来说旧，然后把它给建造成这样子一种类似中国水墨画一般的哈，然后呢，就把这个战争的意义，我把它这个网子完完全全把这个坦克战争当中废弃的坦克给你封住，让战争从我们的生活当中消失，永远不要再出现。我觉得这些雕像应该胜过世界上任何的这种现代派雕像，因为这些全都来自于战争。对，它是真实的，但是又经过艺术包装和升华，然后让人感受到的就是我们期望是这种阳光下的美好的和平。其实呢，历史呢给过人类非常的教训，千百年来人类的发展史就是战争史。哇，这个可以下去了。来，我们探秘一下，跟我来。以前这个仪表呢，现在还都留了下来啊。要知道，其实现在的坦克呢，在制造的时候呢，它呢允许我们可以像这个驾驶员一样现在开车的这种驾驶员一样这样去驾驶。但是以前呢，其实还是有区别的，它未必呢是就像我们现在这样像方向盘一样的去轻松的去驾驶所以说导致这里面对这个坦克的这个驾驶要求就是非常的大。哇，这边是当时这个就是打仗期间呢，他们还能够做礼拜的一个，像一个战壕式清真寺吧这样的一个地方。后来店长呢要钻到这铁丝网里面去拍一下这两个伤员哎，我来慰问你们了，你们好吗？哇，这已经都被炸黑了，这个人正在拿听诊器，像不像一具青木原树海的尸体呢？现在的雷店长呢，将走进这个整个这个当时这个开战的这个地道里面来看看。注意，这个是一个真的军事地道，因为有点紧张，跟我来。要知道，当时打仗是一件非常惨烈的事情。看，这都是当时的这用过的什么 AK-47冲锋枪呀、迫击炮也都放到了这个陈列的这个橱窗里面。其实当时这些枪肯定是在地上摆着在墙上挂的，因为这个枪呢，它必须要挂起来，挂起来才好拿，每个人都要这样子。还有这子弹包，底下放了好多子弹包，都在这个地方。That is a Cal 7. This is a rank 80, and that's an RPG. The Cal 7 is accurate, but not so strong. The rank 80 is very, very strong and accurate. And that RPG, which shoots a missile, after 5 seconds, it will explode on all enemies. And it can shoot up to, and it can shoot like 10 people at once. 哇，星翔是一个非常漂亮的这个中黎混血然后呢，你是怎么知道这么多的知识的 ？Do you know why? This? Yes. I know all
guns because I play video games related to guns, shooting and punching. 哇，你真的很好学，你知道吗？你是个好学生。Thank you. 谢谢。哇，这个陶然通道呢，没有任何的这种对这个屋顶呀、这个墙壁的这种加固啊、装饰什么的，完全就是这个石头裸露在外面。其实我们现在看到这个黎巴嫩人盖的房子，不就是用这种石头吗？其实说石头还是比较坚固的。纳斯伍拉，现在进入到成纳斯伍拉啊，这边都是他的英雄。This how much？ 这个是多少？10,000。That's beautiful. Give me discount. No discount. 哇，其实这个这样告诉大家，其实这个传说呢是来自于美杜莎的眼睛，它有辟邪的作用。但是我看过的这个版本里面最漂亮的。所以你单独就爱上这个，是爱上了这个还是爱上了？那个都很漂亮，都很漂亮。好，谢谢啊，你也很漂亮。What's your name? Celia. How old are you? How old? 20 years old. 20岁呀。也就是联想告诉大家，这是一个典型的00后售货员。黎巴嫩真主党成立时，目标是保卫国家。虽然不是正规军，却和黎巴嫩政府军并肩作战。在黎巴嫩人心中，虽然国家有2股军队，但只要是保卫家园的，那都是人民需要的力量。贝鲁特美国大学始建于1866年，位于贝鲁特夹角北坡。校园内绿色成荫，可以俯瞰蔚蓝的地中海。该校是一所中东地区科研最强和影响力最大的综合大学，甚至被誉为中东的哈佛。阿拉伯国家很多高级官员都毕业于此。大家好，我是冒险连队长。此刻呢，我来到了位于贝鲁特的美国大学。这个美国大学呢，是曾经的一位传教士呢，叫做丹尼尔，他在1866年来到这个贝鲁特呢所创建的，直到这个1920年呢才改名为这个贝鲁特大学。它曾经的名字叫做叙利亚新教学院。那么呢，刘店长今天来到这个贝鲁特大学呢，准备呢给大家探秘一下大学里面都有什么样的新气象。还有一些好玩的事情，最关键是这里学生都是什么样子。Hi, hello. I'm from China. Hi. Hello. You are beautiful. Do you know Chinese? You in the usually you can meeting Chinese people? No. 很少。将来你们想要找这个中国男朋友吗？为什么不呢？为什么不呢？ I'm going to visit one day soon. 他说他希望他有一天去中国去参观一下中国。OK, it's 去中国可以找我。If China, you can just look for him. Okay. 天哪，厉害！ Next world power. 是吧 Yes. Next power 哈！现在他们在中东地区也感受到了一种力量，就来自中国的力量。什么都是 Made in China， 因为他们中东地区本来就会生产一些生活用品。Brahim Zaidan. 伊布拉辛啊！哇，这边人打招呼直接你看，直接亲脸啊！哎呦啊！还有这边。然后呢？哇！现在雷探长呢，在这个贝鲁特的美国大学里面啊，看到了很多的美女，还有俊男，他们在这边走来走去的。所以我要逮着几个呢，给大家问一问，采访一下啊，他们这个对于中国的理解，还有就是他们心中的这个贝鲁特黎巴嫩是什么样子的 How are you?？How are you? Are you a blogger? Wow, you are beautiful. Thank you. Thank you. It's fashion. Yeah. Yes. So where do you come from? From Korea. China. you think? China? Korea. You look like Jackie Chan. China. He looks like Jackie Chan. You look Korean. Yes. 你很像成龙。 Yes, Jackie Chan. Maybe yes, Korea and China very near. Yeah. Yes, very near. 这个学校学费高吗？这个学校
above $20,000. Yeah. Above $20,000. Above. Yeah. 20,000 Per year. 哎，你喜欢什么样的这个类型的男生？ ليس نسوان جشيان نسوان جشيان. Not a player. Not a player. 玩的那种男人，哦，玩的那种男人。他说不是玩的那种，他要喜欢那种专一的。对，It's me 就我们，那不是在说我吗？你看我走哪之后呢，大家这就是杨艺兴，对不对？那就是这个道理。Mr. Fahd Abdullah is very famous. Very famous. Very famous. 哦，他这个舞蹈还享誉国外啊！我现在看到他这个舞蹈团这边啊，有好多这样的画啊，好像是在说他们这个国家舞蹈特别。哇，有漂亮美女哎 ！Hello， 你好吗？我很好。This is Mr. Fahd, the owner and the famous. Famous. Yes, very famous. Artist. Is Yes, dance he's an artist. artist. 哇，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哇，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这个大殿哦，这边有很多的，对，很多这个舞蹈的这种照片。哇，这些照片感觉上非常艺术。Today you can give me show local dance. Yeah, we will show you our local dance. I'm in Chinese. Yes, I'm. 大家好，我的名字是Diana. 哎呦喂 ，It's good Chinese. Thank you. Look like, his voice is look like Chinese. 他这个发音非常像这个中国人啊。But you where learn Chinese? We went to China 3 times. 3 times. You have been China. Yes, we need the citizenship now. 哇，大家看到了吗？就他们很激动的要给我展示啊，他们在这个 CCTV 还播出过这个节目，而且他们底下呢，还为了他们这个展示呢，还打出过这个阿拉伯语的字幕。But I think you very young. You how old are you? 15. 15. Yes. 哎呀 ，15，哎呀，好小啊。 I'm learning Korean. 한국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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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한국어 하세요? 한국어 알아요. 한국 사람이에요. 아니에요. This dress look like a palace woman, palace girl. You mean princess? Princess, yes. Princess. Princess. 宫廷的女孩。Okay, palace. Now we'll be going to start with the dancing. 哎呀，太好了，我们赶紧到看看他们这个现场表演，来跟你们哇。 Can I take another one because I love? I love， 我爱你 ，I love you， 我爱你。 Yeah. 他们非要让我用中国话说我爱你。Hi, I love you， 我爱你，这是中国话，我爱你，知道了吗？学会了吗 Me too, me too.？Beautiful, lady beautiful。 I'm Japanese. 他们是别人。 从此呢，加入了这个黎巴嫩歌舞团。黎巴嫩。 黎巴嫩曾被罗马帝国、奥斯曼帝国、阿拉伯帝国等等朝代统治，他们的舞蹈和服装也融合了这些时代的特征。Dabka 是黎巴嫩的国舞，原意是跺脚，在聚会、婚礼等场合必跳。这支名叫 Muvit 的舞蹈，反映了千百年来黎巴嫩人在这片乐土上耕耘理想、收获爱情的情景。 黎巴嫩内战使得这片土地失去了它曾经的光泽，也让黎巴嫩人民深深地感受到了战争留下的伤害。这一天，我有幸见到了黎巴嫩电影导演基诺·奥恩，他是专门拍摄战争片的自由导演。Okay. Hello. Nice to meet you. Welcome, welcome. 哇，This is your studio. Yes. 哇，可以的。 Hello. 那样还是要给大家介绍，现在我来到这个地方呢，是这个当地呢
一个拍电影的这个导演，他专门拍战争片啊。看看，你看这都是真子弹，但是这个拍戏的时候用真子弹吗？就这是说的有啊。这个可以给你。For you, but I can't take to home 。为什么想起拍这个电影呢？Lebanese war has taken 15 years from our lives, but we're still living in the effect of it. 他用的这个英文的句子哈是很精彩。他说哈，其实黎巴嫩战争已经把我们生命当中的最宝贵的15年拿走了。然后呢，到我们现在，我们还能够深刻的感受到战争来给我们留下的东西。哇塞呀，哇，这么多的这个服装啊，电影啊，这就是好莱坞，黎巴嫩好莱坞。直接套上去啊，我直接套上去啊。我觉得这个裤子啊，我都不用换了，你跟我裤子多搭呀。哇，大家看啊，我现在穿着他这个服装啊，就在他这个底下走啊。比如说，这是在战场休息期间的一位青年弹起了他的这个亲爱的土琵琶。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黎巴嫩战争何时结束？大家看啊，那些满山遍野的房子啊，就是他那个拍电影的用过的场景，还吊的那些柱子。哇，从这可以看到，这边有小教堂呀、石柱子呀，都是被这个大炮呀什么打掉的啊。其实这个山头很小，我给大家说，这个山头非常小，但是呢，它呢做几个房子，远看就像是一个很大的高地上的一个教堂，其实是很小的一个教堂，就是那种。哇，原来这个山头上的这个建筑呢，是一个穆斯林清真寺和教堂放在一起。教堂这个柱子原来正面还挺好看的，背面是个汽油桶。我们看到它这个剪辑房是一个完全木头做成的一个剪辑房，哦，非常充满了一种啊，就是一种很古朴的感觉啊。黎巴嫩15年的内战是黎巴嫩人抹不去的记忆。无数青年在这场战争中逝去，可能只有在风中，我们依稀记得贝鲁特最初的样子。基诺·奥恩用他微薄的力量拍出了那个时代战争的记忆，让青年人不要忘记来之不易的和平。上天对每一个人都是公平的，他在关上一扇门的同时，必定会打开一扇窗。无论多么糟糕的东西，世界都会为其留了位置，所以黑暗总会迎来曙光，悲伤总会过去。虽然黎巴嫩是地中海东岸的一个小国，但是因为它雄厚的文化底蕴以及历经战乱的洗礼，一定会让它成为地中海沿岸中最具风格的国家。接下来，我的冒险之旅又将开始。黎巴嫩是一个文化底蕴十分深厚的国家，当地人都是怎样生活的？千年的史观又有怎样的诅咒？下一集，连队长将继续走进黎巴嫩，带您了解这个神秘的中东之国。